喂，魏哲老师，达林跟你在一起吗？没有啊，怎么了？那可怎么办呀？我给他打了一堆电话，发了好几条微信，他都不回我。他这几天心情特别不好，天天失眠药、吃安眠药的。哎，我最近一直都陪着他，我就今天没在。你说，他该不会做什么傻事吧？你先别说了，我马上去他家里看看。好，拜托你了啊！那个备用钥匙就在门框上面啊，谢谢。我知道了。我有个好朋友有点急事儿，我得赶紧过去一下。是江达林吧？我都听见了。改天我约你，咱们俩再聊。张大林，张大林，你怎么进来的？你哪里不舒服？要不要去医院？不用，我就是胃疼，我一天没吃饭。哎呀，我喝点热水就好了，没关系。没事儿。我来吧。我来。谢谢啊。你不是号称已经过了失恋这劲儿了吗？这算什么？绝食啊！瞧你那点出息。我也不是因为这个，我是真的吃不下去饭，没胃口。失眠是怎么回事啊？邦尼跟我说，你这几天可是离不开安眠药了，吓得他每次只敢给你一粒，怕你想不开。邦尼怎么什么都说啊，烦人！我其实白天还好，一忙起来什么都忘了。可是，一到晚上，尤其是一个人待的时候，哎呀，我这脑子里面就乱七八糟的，胡思乱想。你就拿张纸吧。说说，都在想什么？在想，我爸要是不出事就好。他要是不出事的话，我这个时候还在澳洲上学呢，就能参加我的毕业典礼，说不定这时候都考上博士了。可现在连我爸在哪儿都不知道。我答应我爸我妈守住 DL， 可是我真的没信心，不知道我自己行不行。还有谭鑫凯的事儿，我怎么那么蠢啊！我
真的太信任他了，他骗我那么久，我都没有发现。他演的真的特别好，你说他对我那些是假的吗？我现在一直在想这些事情，后来我发现我真的是个傻子，我还因为他的事情跟你吵架，跟你发脾气，真的好丢脸。你说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呀？老天爷要这样对我，让我承受这么多。一点都不想做什么总裁，我也不想害人，我就想好好的，你知道吗？我还给动物保护协会捐过钱呢。我就想当一个普普通通、平平凡凡的女孩子。所以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倒霉？我还不倒霉吗？那我跟你讲讲我的事儿。我是一个在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。我6岁的时候，父母就离婚了。我还记得他们离婚的那天，专门带我去吃了一顿麦当劳。整顿饭，他们俩出奇的安静，一句都没吵。一吃完饭，他们就告诉我，他们俩已经离婚了。他们以为我会又哭又闹，但我一点都没有。我那个时候对婚姻也没什么概念，我心里还挺高兴的。我觉得我终于不用再听他们俩吵架了。后来我就一直跟我妈生活在一块儿。你不是一直不理解为什么我不想让我妈跟那个男的结婚吗？你没有见过你的亲妈，上午还戴着婚戒，不管不顾地吵着要结婚，晚上就哭哭啼啼的吵着要离婚。而且这种事情她做了不止一次。这就是我亲妈。你说我摊上这么一个妈，又摊上这么一个对我不管不顾的父亲，我该去怪谁呢？现在你是不是多少能够理解，为什么我是一个不婚主义？因为我从小到大，对婚姻都充满了恐惧，都充满了不信任。再后来，我就去读研究生。我记得中间有好几次啊，我也是因为自己的情绪无法释怀，好多事情我自己也想不通，几次我都想退学，但碰巧那个时候我遇上了你父亲。你父亲在我们学校做了一个公开的演讲，非常的精彩。你们对公关的无知让我很失望。其实公关在生活里是无处不在的。现在，我要求你们每一个人，在10分钟之内，尽可能多的去搜集校园里陌生异性的联系方式。今天听课的都不包括。也就是因为那次演讲，让我对公关这个行业产生了兴趣。我还记得我办的第一个案子，就是帮一个被经纪公司恶意封杀的小明星，成功的讨回了公道。那个时候我就觉得，我终于找到了我人生的价值，还有目标。
一晃我在这个行业已经这么多年了，可以说是如鱼得水，也办了几个已经被载入教科书的经典案例，我获的奖至今没有人能超越。但恰恰在这个时候，我得了焦虑症。为什么？人家结婚的时候不会来找你，只有离婚的时候才会来找你；人家开业的时候不会来找你，只有破产的时候才会来找你；人家风光的时候从来不会来找你，只有倒霉的时候才会来找你。所以这个行业的负能量实在是太大了。你说我们的内心要有多强大才能够挺过来？我承认，我是一个脆弱的人，所以我的心理医生一直跟我说我不适合这个职业。那你说，我是不是更应该问自己，我为什么有这么多无奈的经历？我为什么要经历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？我是不是比你更倒霉？与其抱怨命运的不公平，不如把命运攥在手里。即便将来失败了，我们也是虽败犹荣。来，为2个倒霉蛋，我干一杯。你别喝，你身体不好。我想喝。你接着说啊。我再跟你说个秘密啊。你知道我那个时候为什么跟裴玉分手吗？而且为什么我跟他分手以后，直到今天，我都没有谈过恋爱？因为我没有办法和女的亲密接触，接吻都不行。我要是一旦和女的亲密接触了，我的急性焦虑症马上就犯了。真的假的呀？那你不是还经常去酒吧泡妞吗？那其实是我心理医生让我去的。他希望我能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异性。那都是他给我布置的作业。还真有这种病啊！我还一直以为这种病
不是电影里面演出来的呢？嗨，就当我什么都没说过。别啊！那你这个病严重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？你刚才说跟女性亲密接触不行，接吻也不行，那牵手呢？牵手行吗？不知道。心酸的承受，掌声着不被看破。有一双命运的手，安排了和你的邂逅。空荡的心，你悄然将握。我的沉默，你的挥动，全然感受。多感动，不需要说出口。不害怕奢求冷漠，想到有你陪着我，照亮心底角落，让沉睡的爱复活。贴上夜晚的星空，被你唤起温柔，紧紧握住你的手。决定陪你到最后，人海中纵横交错，却许你还等待着我，那么相同。我们的执着，我的心将你的挥动全然感受，多幸运不需要说。魏哲，你也太过分了！这大晚上的我还看着电影呢，别以为你是我的 VIP 客户，我就是随叫随到的。现在是我的休息时间。我今天晚上必须见你。我又犯病了，虽然我还没晕倒，但是我已经离晕倒不远了。我现在浑身都是冷汗，我现在心跳也加速。我再说一次，现在是我的休息时间。我又买了你20个小时的心理咨询时间，4万块。你以为花了钱就可以随便支持我呀？进来吧。不好意思。坐吧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我接了个吻，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个吻，关键是我主动吻的他。你知道，一开始他先抓的我的手，他抓住我的手以后，我没什么反应，我没什么不舒服的地方。然后我当时就在想，我要不要去吻他？我要不要吻他？然后我就看他的嘴，我不知道怎么了，我就吻上去了。吻上去以后，我就犯病了，然后我就浑身难受。我刚才来的路上，我气都喘不过来了。你说这是什么原因啊？有压力吗？
你说她一个小女孩能给我什么压力呢？我飞机上遇到气流，是不是都比这个压力大？而且问题是我现在最近都很好，我没有任何问题。我就是吻上她以后，我整个人都不对劲了。你知道我现在什么状态吗？就像是在加油站里让打火机点着了一样，砰的一声，我就成现在这个样子。砰你个头啊！不就是亲个嘴吗？又不会怀孕。你别跟我的病人这么说话啊！他是病人，我现在也有病了。我跟我女朋友好好约会来着，现在可好，我的女朋友却在跟一个男人坐在这里谈论接吻的事情。你的病回家治，你先出去吧。那我在车里等你啊。你刚才说你接了个吻，我说了半天，你没听到吗？这是很大的一个进步啊！来，你把你接吻前后的情况仔仔细细再跟我说一遍。出什么事？走到上楼说。哎呀，快走吧。怎么啦？真亲了！小点声，干嘛？不是我说你，这一个谭鑫凯都把你搞得要死要活的，现在换成这种段位的高手，你会被嚼得连骨头渣子都不剩的。我有那么傻吗？跟我说说。感觉怎么样？行了行了，不用说了，我知道。不是你说我怎么办呀？我跟他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我以后怎么面对他呀？扛住，死扛！你必须死扛，除非他先来跟你表白。当然，我觉得这是不太可能的。哎呀，你说你们俩不仅仅是朋友，还是同事，是合伙人，你要在一起工作的。我跟你说啊，这男女之间的事情，你一旦挑明了，那就没得挽回了，一定会疑神疑鬼，忍不住去关注对方的私生活。那你们这以后还怎么公事公办啊？所以说，在这件事情上，你必须装傻，哪怕是办公室里就只剩下你跟他2个人，你也一定要打死不承认。我敢打赌，周一上班他遇见你，他肯定装得跟个没事人一样。一般情况，他这么早绝对不会来上班的。等一会儿我往办公室一躲，不到下班绝不出来。妈呀，他今天疯了吧？脑子是不是坏了？我等下一班电梯不就得了呗？妈呀！他俩真的接吻了？是啊，本来俩人正喝酒呢，结果莫名其妙就吻上了。你说谁呢？张东宝。昨天晚上电视剧大结局，你看了吗？2个主人公最后。今天空调有点热，找人清一下。哦，张总怎么了？谁知道？走。
老大，怎么了？没什么。这是上个月的汇总和我的报销单。喂，裴大小姐今天没来上班，听说上周五晚上你俩约会去了，怎么伤人家心啦？哪来这么多听说？他以后不会来了，放心了吧？我有什么好不放心的？像我这种金牌助理，你打着灯笼都难找。哎，路易斯，还有事儿？你是女的吧？你能不能从一个女人的这种角度啊，帮我分析一个情况？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就是无意中和他的那个女同事啊，就怎么了？哎呀，接吻了？对，之前毫无征兆。毫无征兆。他其实本来是去探病的，谁知道这么一来二往的就发生了。他不想负责任，就接个吻还要负责任啊？那你在纠结什么？对，我有什么好纠结的？什么叫我纠结什么？是我那个朋友就不用再纠结了。你根本没有男性朋友。你说话注意点。承认吧，你说的就是你自己。他告诉我，那女人是谁？这个 ，Oh my god， 江达林。真是江达林啊！老大，你还真下得去嘴啊！你知道我去手上点。你还真下得去嘴。我跟你说了，是个意外。肯定是你先吻他的，总不会他先吻你吧？哎呀，误会，我们俩其实就喝了酒了。酒后乱性，你再胡说八道，我抽你啊！我劝你啊，还是放过他。为什么？你这个人吧，的确很有魅力，尤其是对女人非常的有吸引力。除了像我这种能够看透你本质和看透自己本质的女人，才能待在你身边这么多年，当你的助理。哎呀，你的本质不重要，我的本质是什么？你的本质啊，就是喜新不厌旧。你的优点就是对女人很好，你的缺点是对所有女人都很好的。哎呀，挑重点说。重点就是你们俩不合适。我压根儿也没想跟他怎么样啊。对呀，问题就在这儿，你根本没想跟人家怎么样，你去招惹人家干什么？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？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。不太礼貌吧？不然呢？难道你还要上去打个招呼，跟人家说，对不起，我不小心吻了你，但我不是故意的。你放心，我绝对没病。你跟女孩在一起的时候，什么时候懂过礼貌啊？我有这么不堪吗？你就是这样的人。哎，算了算了，跟你说这个干嘛呀？自己连个男朋友都没谈过，我在对牛弹琴。别人身攻击啊！嘿，文森特，好久不见。你说。你知道我那个时候为什么跟裴玉分手吗？而且为什么我跟他分手以后，直到今天，我都没有谈过恋爱？因为我没有办法和女的亲密接触，接吻都不行。我要是一旦和女的亲密接触，我的急性焦虑症马上就犯了。周一上班，他遇见你，
肯定装的跟个没事人一样。你怎么了？没事啊。没事就好。你有事吗？温子德刚给我打电话了，他给我们介绍了一个大客户，华盛集团。华盛集团对之前的公关公司不太满意，想换，所以温森特推荐了我们。客户下午就到。这是客户的资料。跟他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我以后怎么面对他呀？扛住，死扛，你必须死扛，除非他先来跟你表白。所以说，在这件事情上，你必须装傻，哪怕是办公室里就只剩下你跟他2个人，你也一定要打死不承认。我跟你说话呢。啊？哦，下午到。客户下午到。这是笔大单子，你好好准备一下。让我觉得这是不太可能的。乔总，这边请。各位，我乔云龙这人啊，说话呢喜欢直来直去，不喜欢绕弯子，可能那就没那么好听了。我呀是特别讨厌这种什么宣传呀、公关呀、形象工程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，没用，跟外面卖的那些保健品是一样的，花不少钱把东西买回家去了吃了，到底它有多少功效，恐怕连吃的那人他都不知道。我觉得，真要有那些钱，那还不如给我们公司的这些员工多发点福利，至少他们能够死心塌地的把他本职工作做好。乔总，那您来这儿干什么呀？对不起，别打断我，我还没说完呢。这不是公司要上市了吗？我才发现不对了，这游戏规则一夜之间它全变了。你就说媒体吧，我面对着他们的时候，我应该怎么对付他们？我不会了呀。还有那追着你屁股后面，跟你要钱的，甚至是骗钱的，我要是不给他们，他们就得想着法儿的造谣抹黑你。完了事儿呢，还得给你打电话，舔着脸还是要钱，这不等于没皮没脸吗？啊！可你说你说我能把他们怎么着？我报警，那不倒成了给他们脸了吗？这时候呢，经高人一指点，我才知道这上市感情还得公关呢。没辙呀，既然要玩这个游戏了，咱就得按照这游戏规则来。身子掉井里头了，耳朵也挂不住了吗？不是，所以我就来了。痛定思痛，痛何如哉？乔总，您能在这最关键的时刻想着找我们，您太有眼光了。我有什么眼光啊？我之前那家公司我就看错了，什么工作能力没有，花了不少钱，什么事儿也没给我趟平了啊！我一看这不行啊，我就找了温森特了，是他给我推荐的你。您放心，我们 DL 一定是你最明智的选择。我还真放不了这个心。之前那家公司说的那话，跟你刚才说的那话是一模一样。到底这上市公关怎么弄？你们公司跟他们公司有什么差别？那这是骡子是马，就得拉出来溜溜了。乔总，您说的一点错都没有。这个上市公关啊，咱们能不能这么来理解啊？人都说人靠衣装，佛靠金装。再漂亮的大姑娘要出嫁，是不是也得这个好好保养一下呀？穿个金戴个银什么的。长辈们还得出去做身新衣裳，盖个新房子。这新房子盖不起的话，也得把屋里打扫得干干净净的。完事儿以后，还得给街坊邻居发个红包，讨个口彩。咱们华盛集团现在就好比这要出嫁的漂亮大姑娘，马上要上花轿了。你们来找我们，我们干什么呢？我们就是来保驾护航的呀。到了地方以后，风风光光的出嫁，还得昭告天下，我们这漂亮大姑娘是有实力的。魏哲是吧？
大姑娘这个比喻我就喜欢啊！鼓掌。我这个人啊，做生意就讲究个投缘。我觉得啊，我跟你就有缘分，哈。所以咱什么都甭说了，只要你觉得你们这个公司有能力把我这个什么上市公关做好的话，我给你这个数。乔总是30万还是300万呀？3000万。我就是突然听不见了，我只能看见他的嘴在动，但是我心里非常清楚，就是因为那天晚上，自从那天晚上过了以后，我就整个人都不好了。你说我是不是中毒了？啊？你这问题是认真的吗？我当然是认真的了，不然有什么原因能够解释我现在的状况？或者我是不是应该去医院检查一下？我有时候耳朵听不见，是不是耳膜穿孔了？要不你就给我点药吃啊！你呀，什么问题都没有，你就是在害怕。我怕？我怕什么？有一种恐惧来自于对后果的担心，你担心这个意外会给你带来难以预计的后果。那我们就来分析分析，到底会有什么后果？能有什么后果啊？我们不就是接个吻吗？又不会怀孕。你喜欢他吗？啊？告诉我，你喜不喜欢他？我觉得我不喜欢他。通常我们不喜欢一个人，会说我不喜欢他，但你刚刚说的是，我觉得我不喜欢他。这就是一个我的表述习惯而已嘛。表述习惯反映心理暗示啊。你觉得你不喜欢他，事实上你也不确定。你这就是吹毛求疵了。那你怎么知道你不喜欢他？心理标准还是生理标准啊？你就是没有勇气面对这件事儿。什么呆呢？我在想，你是不是就在这儿赖着不走了？那林肯不着急啊？你别跟我提他，刚从那么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回来，这又要出去采风，正好我可以在你这里多蹭几天。这次我可学乖了，我坚决不去。你说我怎么就遇到这么一个不懂浪漫的人呀？这还不懂浪漫呀？安排的多好呀！星空、田野、蛙鸣，想想都觉得心旷神怡，特别美好。可我想要的不是这些啊！你想要什么呀？我想要的是爱琴海的城堡，马尔代夫的海景泳池。你最不济你也得给我一个金茂大厦的旋转餐厅吧？大姐，你说的这些花钱全都可以办得到，可是林肯对你付出了这么多，都是花了心思的，这能一样啊？打住啊！这个话题咱们到此为止，不然伤和气啊。
说吧，你跟魏哲什么情况啊？能什么情况啊？被你说中了呗。人家可是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。你说才过1个周末，他怎么做到的呀？那你还想怎么样？让他跟你道歉啊？那也得说清楚吧。都那样了，就黑不提白不提啊？这种事情他怎么可能讲得清楚呀？那我不管，必须说清楚。你是不婚主义者吗？是吗？是吗？不能这样，你不能这样。太阳从西边出来了，怎么突然想到给我打电话？有空吗？那要分什么事儿了？你知道的，我很忙。想见见你。现在？对，来我家。哎，你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？就是想跟你聊聊天。你要是不愿意就算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有些事情我必须要跟你说清楚。那天的事情纯属意外，我喝多了，所以那个吻也不代表什么，我们就当没有发生过，以后也不许跟别人提起了。第二，我们今后还要在一起共事，所以我不会躲着你了，你也不用躲着我，我们不能因私废公。我说完了，你可以表态了。完全同意。很好，明天见。你好。这么晚了，你叫我过来干什么呀？江达林刚才在门口跟你说什么了？他来干什么？魏哲，是你把我叫过来的。现在又一句话都不说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不好意思，要不
说你还是先回去吧。你说什么？对不起，我突然一点心情都没了。你就是个王八蛋。永远不要再给我打电话。罗一泽，来了，这边请。老大，查一下华盛集团所有董事的个人资料，特别是乔云龙一家的，公开的和小道消息我都要。你还是觉得他们有问题？不好说，虽然他们是土豪，但是一开价就是3000万，豪得有点过分，我怕拿了烫手。明白了。等等。何律师带到江总办公室那人是谁呀？怎么了？他找江南林什么事儿啊？我哪知道啊？你又没让我看着江总。要不我现在帮你去打听打听？看那色眯眯的样子，是你色还我色？我又没亲人家。你觉得你把我惹毛了有好处吗？江总，何律师在您办公室等您。何律师？是的，他还带了一个人。哦，知道了，谢谢。哎，江总，你等等。怎么了？江总，你今天黑眼圈怎么那么重啊？有吗？是啊，你别担心，我拿个急救眼膜给你。哎，不用了。那个，魏哲来了吗？来了，有事儿吗？啊，不好意思啊。江总，这是经侦支队的季警官。你好，江总你好，请坐吧。哦，彭坤案警方很重视，也有了一些新的证据。季警官来呢，主要是想了解一下你父亲的情况。你把你知道的如实的告诉季警官就行了。啊，我们就是想了解一下江远鹏除了地谣传播和鹏坤基金以外，还有没有参与或者是投资过其他什么项目？我不知道，因为我之前一直在国外上学，所以家里生意上的事情我都不太清楚。那你回国以后，有没有在家里或者是办公室发现什么你父亲留下的相关资料，特别是涉及投资的？没有。你看一下这个，这是你父亲一张银行卡的流水账单，我们发现了几笔大金额的转账记录，都是由鹏坤基金的账户转进来的。
通过这些证据，我们有理由怀疑你的父亲涉嫌挪用基金。这件案子具有相当的社会危害性。我们来找你，为的就是能够尽早破案。所以说，你的父亲如果联系你，或者你知道他的下落，侯律师有我的联系方式，希望你能够尽快的联系我。我知道。老大，那个人是警察，经侦支队的，好像是来了解彭坤案情况的。外面还有几个他带来的警察在询问别人。智慧星怎么说都是能和小丽使势均力敌的奶粉品牌。这回拿下了智慧星，那也算是出了一口恶气。我倒是要看看，这接下来是 DL 的小丽士做得好，还是我们明氏的智慧星做得妙。智慧星一听说 DL 拿下了小丽士奶粉，就立马过来跟我们谈合作，可见他们早就知道我们两家有恩怨。这些个甲方啊，个个都打了一手如意的算盘。哎呀，但是也没办法，人家是阳谋，就算是咱们知道了，那也得往里头钻。哎，你跟抒情没联系了吧？没联系了，彻底决裂了。那就好。哦，智慧星那边你多花点心思，这回绝对不能输给 DL。当然不能输。积极配合他。一旦有江总的消息，我第一时间通知你。好。你先忙。不是说好的最近没事不联系的吗？有事儿了。什么事儿？警察来过了，聊了很久，他们是不是又有什么新的线索了？这个我倒没听说，有可能是他们例行的询问，你不用紧张。我紧张什么？有那份材料在，他肯定是脱不了干系。我就是觉得，怎么这个案子进展的这么慢？现在还没找到他人嘛？那他要是一直不回来，还结不了案了？他要是一直不回来，就不用结案了，相当于无期徒刑。你别忘了，咱们两个的约定。警察来找你，是彭坤案有什么新线索了吗？不是，还是问我爸在哪儿？你爸一直都没联系啊。喂，忙着呢。有什么话你说。那我可说了啊，刚才袁老板又问我了，你到底跟那个女人还有没有来往？你猜我怎么说的？怎么回答那是你的事儿。我跟他说，我跟这个叫抒情的女人已经彻底决裂了。回答得好。那你是不是应该奖励我一下呀？你看咱们两个都说了多长时间一起吃饭了，明天行不行啊？行，正好明天我去飞扬开会，中午一起吃午饭吧。一言为定。你真的相信你爸和彭坤案没有关系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是应该相信我爸，还是相信证据。这么说，警方有新的证据了？套话呀。
不想说就算了，就当我没问。你等等，那个，昨天晚上裴玉没误会吧？要不然我去解释一下。解释什么？我跟他没有关系。别逗了，大半夜的穿成那样那么性感，没关系，谁信呀？穿什么是他的权利，而且我跟你说过我的情况，我跟他不可能。那太可惜了。什么意思啊？ Stella 跟我说，Bella 集团要开一个新的服装品牌，如果你跟他关系好的话，说不定我们还能多一个新的客户。你让我出卖色相？我只是从公司的角度出发，你教我的，一切以公司的利益为重。你现在还真像个总裁。 全都查过了，根本没有你说的这个卡号，你是不是记错了？妈，我过目不忘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这么大的事情，我怎么可能记错呀？但是就是没有啊。妈，你说我爸有没有可能真的挪用了那笔钱啊？ 以我对你爸的了解，应该不会。那现在平白无故多了一张卡，连你都不知道卡，那这怎么解释啊？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你。路那么远，你赶紧走吧。 那我回去了啊。对了，妈，有件事情我还没跟你说呢。什么事儿？我跟谭新凯分手了。是吗？分得好，我确实觉得你们两个不合适。所以这下你可以放心了吧？琳琳。 长痛不如短痛，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，但是妈妈真的是为了你好。赶紧走吧，明天还得上班呢。我今天晚上就住这儿了，不走了。我从国外回来都没有好好陪过你。 我还以为你真的没良心，早把妈妈忘了。可能啊。喂。 喂，是我。元鹏，你总算来电话了。我正吵着怎么跟你说呢。琳琳回来了，今天在家里跟我一块住呢。出什么事儿了？经侦警察今天找过琳琳，说你有一个银行卡，尾号是2398，有几笔钱是从彭坤基金账户转到这个卡上的。 我在家里翻了个底儿朝天，都没有找到这张卡。好像是有这么一张卡，是杜少坤用我的身份证去办的卡，说是验资要用的。后来这张卡一直在他那儿，你不说我还忘了呢。那说明杜少坤早就想拿你当替罪羊了。这也不好说。那他们还查到别的什么吗？别的没什么，就是让琳琳。 劝你回来自首，
我很快就会找到杜少坤了。他弟弟给了我一个地址，是他们家老祖宅的。我现在就在去那边的路上。月如，坚持一下，很快就会结束了。那你一定要小心呐。知道了，挂了。今天一大早，沪上金融就发了这一篇报道，标题是“华盛老董事长乔广平欲结婚分股权，华盛上市之路再起波澜”。现在一大批记者正围在华盛集团门口，等着总裁乔云龙给一个说法。老子和儿子干起来了，典型的新主旧主之争。其实早在1年前，华盛集团就做过一次上市的运作，后来因为乔广平的妻子谭丽跟他突然离婚，被迫终止。谭丽是华盛集团的第2大股东，所以他们的突然离婚导致了华盛集团的第1次股权变动。你怎么知道这些的？早在你们还在为3000万头脑发昏的时候，我就让路易斯做了调查。那个，他要娶的人叫林芳从，对吧？林芳从是乔广平的私人保健医生，有传言说1年前乔广平离婚就是为了他，现在看来是真的。有点乱。看来我的担心不是多余的。这就是为什么乔云龙会给我们3000万公关费的真正原因。天上是不会白白掉下馅饼的。今天的事情，华盛集团可以给出一个解释吗？各位，我们乔总现在正在开会，大家请稍安勿躁好吗？乔总的会议不用害怕，一会儿不管他们问什么，你就说一句话：一切都在调查中，华盛上市不会受影响。这还不受影响啊？知道了。你们这么回避不是一个办法呀！大总好，回应一下吧。你需要给我们一个解释。怎么回事啊？各位，这位呢是我们华盛上市期间的新闻发言人，有什么问题他会给你们一一解答。各位媒体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DL 传播的总裁江达林。华盛上市期间的所有消息都请以我们官方出口发布为准。那请问，乔广平董事长会不会真的把股份分给那个保健医生？那样，华盛最大的股东会不会变成谭丽了呢？这件事情还在调查中，无论怎么样都不会影响华盛上市的进程。所以，请大家对我们保持信心的同时，也保持一定的耐心。在这里呢，我也恳请媒体能够坚守你们的职业准则，不要捕风捉影，发布一些不实的消息。等有了新的进展，我一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。你好，请问林芳从会选择维护公司利益，还是会关系？哎，各位，稍安勿躁，一个一个来。公司上市的紧要关头又出问题，咱这公司还能开下去吗？这老乔也是，岁数大了，脑子也不灵了，犯这种低级的错误，有没有考虑公司的利益？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。华盛集团到今天这个地位，还不是靠人家老乔一点一滴打拼出来的？现在做事的是乔总，要我看，干脆让老乔退休，把公司完完全全的交给乔总来打理，这样啊也省得我们大家为难。喂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是要逼老乔退位吗？我告诉你，如果老乔走，我马上跟着一起走。算我一个。嘿，忠臣做的不错呀，威胁谁呢？有没有把我们乔总放在眼里，把公司的利益放在眼里？一步，就差一步，我就过关了。刚才我是不是听见有人说老乔，还有我们乔总？各位，你们是不是都忘了，老乔跟乔总是亲父子关系了？叔叔、大爷，还有阿姨，你们呢，
都是跟着我爸从年轻时候就一路打拼过来的，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啊？现在就因为公司出了点问题，我们就先要4分5裂了，是吗？现在是华盛上市的关键时候，我们不能让它出任何问题。你们放心，我爸那边，你们给我点时间，我去做谈话。乔总，位置到了，去吧。你可算来了，坐吧。你也都看见了，记者在楼下堵着，楼上的董事们都已经乱了套了。现在这事儿，咱们该怎么办？我想先问一下乔总，之前你一口气给我们3000万，是不是早都料到会有今天这样的情况发生？我本来觉得这些都是家事，能瞒就瞒吧。你的一家人都是华盛的大股东，你们的家事就不是家事了。我希望乔总能够明白一个道理：我们 DL 是华盛的公关代理公司，我们是工作伙伴，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，所以我希望我们之间不要有任何的隐瞒。现在最重要的是，你要把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跟我说清楚，我们再来商量该怎么解决。乔广平，华盛集团创始人、董事长，23岁从国营纺织厂辞职下海，经历30余年，终于打造了集服装、仓储、物流于一体的华盛集团。近年来还涉足了房地产领域。妻子谭丽是乔广平纺织厂的同事，两人结婚30多年来一直感情和睦，可1年前却突然协议离婚。离婚后，夫妻俩对外宣称仍是朋友和最好的合作伙伴，因而华盛1年前上市虽然受阻，但内部并没有多大影响。2年前，乔广平中风，在家休养。林芳从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做他的保健医生。1年后，他就和谭丽离婚了。现在，乔广平就住在林瑶老宅里，身边只有林芳从一个人。30多年的婚姻还比不上一个刚认识2年的人。所以我说嘛，婚姻是最不可靠的风险投资。那只是个例外。我爸我妈都在一起30年了，他们的感情就很好。也许你爸你妈是个例外呢。乔云龙跟我说了一个重要的消息：1年前老两口离婚的时候，为了稳住公司董事，消除对公司的影响，他们俩有个约定，乔广平和林芳从3年内不能结婚。本来一切都好好的，这次华盛集团上市的启动，乔广平临时变卦了。他提出要跟林芳从结婚，还要把他名下的1半股份送给他，所以才造成了今天这样的局面。乔云龙原本是想瞒着所有人，先上市再说，可没想到这件事被爆了出来，这下他可难办了。答应老爸，估计上市又泡汤；坚决反对，又会被别人说成不孝子。我已经让乔云龙尽快的和他父亲沟通，希望乔广平出来辟谣。老乔总会答应吗？总得试一试吧。你们说这个林芳从到底是什么人啊？他跟乔广平在一起，人家说不公开，他就能答应啊？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。整件事情从表面上来看是乔家父子的矛盾，但其实唯一的受益人就是林芳从。所以这次乔广平的工作如果做不通，接下来我就要向林芳从下手了。路易斯，爆料人查出来是谁了吗？我跟老白软磨硬泡整整3个小时，就凭我们以前的交情，他应该早就交代了。说结果？他不告诉我。爆料人会不会就是林芳从？这件事情只有乔家几个人知道，乔云龙和谭丽肯定不能说，乔广平应该也不会，那剩下的只有林芳从了。安东，你和路易斯再去找一下老白，不管用什么办法，一定让老白说出来爆料人是谁。明白。江总，
你去找一下谭丽，作为乔广平的前妻，还有华盛集团的第2大股东，我们得了解到当初他们离婚的真正原因是什么，还有他现在对待这件事情的态度是什么。明白。您好，您是哪位啊？我是华盛集团的公关顾问，我叫魏哲。公关顾问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现在是乔总的午睡时间，不能见客。我知道，我是特意选这个时间来的，因为我要见的不是乔董事长，而是您。这样行吗？行。我从来没这么干过，小时候一撒谎就会被我妈发现。你不是说要跟我学2招？那学2招也不能犯法呀。谁让你犯法了？放心，以你现在的造型，肯定没问题。再说了，名片我都背好了，老白肯定不会怀疑的。你只要把台词背熟了，剩下的交给我。厉先生，请坐。请。谢谢。找我有什么事儿说吧。乔董事长可能很快就会醒来，所以时间不多，我就不绕弯子了。告诉我，您到底想要什么？谭总，我知道有些事情你不愿意提起，但我还是想搞清楚，您和乔总为什么离的婚？你可以更直接一点，你是不是想知道我和乔总离婚是不是因为林芳从，对吧？您很坦率。2年多前，老乔中风。公司的担子全都压在我和云龙的身上，所以我们就从老家请了一个保健医生来照顾他。那个人就是林芳从。1来2去，他们就好上了。1年前，您明明答应了谭总和小乔总提出的要求，就是不公开您和乔董事长的关系。为什么现在突然反悔了？说的直白些，什么样的条件可以让你放弃和乔董事长结婚？我们夫妻的事情不能影响其他股东的利益，很可惜，这件事情以这样的形式公开，还是影响了华盛的上市。你认为是我怂恿老乔跟我结婚的？我要是你，我就会这么做。现在华盛集团在上市的节骨眼上，这个时候无论你提出什么样的要求，被接受的可能性都是最大的。老乔，我俩30年婚姻，感情还是可以的。虽然最后我们分开了，但我还是希望他过得好。只是这次这个女人有点太过分了，她想要什么，她可以直接说呀，在这个节骨眼上闹，胃口太大了。你就是这么看我的，认为我就是为了钱，为了名分。是林芳从向乔总伸手要的股份，不然呢？老乔这个人我是了解的，他不是一个言而不信的人。更何况我们离婚的时候都是有承诺的，他不会说变就变的。我今天来的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尽可能的满足你提出的要求。当然，别太过分就行。在这一点上，我是可以帮到你的。姐，您就是我亲姐姐，我实在是不能告诉你爆料的是谁，你就放过我。坐在我身边的这位是华盛集团的法律顾问徐东。
你好，我是徐东。如果我想要的是你说的那些东西，根本用不着等到现在，更不用你来帮我。所有的人都认为我和老乔在一起是为了他的钱，没关系，我不在乎。但是有一点我要告诉你，不管你信还是不信，结婚是老乔主动提出来的，我也劝过他，让他别这么做，暂时缓一缓。可是他不听我的呀，我有什么办法？所以在这件事情上，我林芳从问心无愧。我今天来是受华盛集团乔云龙乔总的委托，正式给你发一份律师函，并且想与你就有关事宜进行沟通。律师函？你的这篇报道严重扭曲事实，捕风捉影，已经对我们华盛集团的声誉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。现在我代表华盛集团要求你删除所有相关报道，并且公开道歉。我的这篇报道里的每个字都是实话，我凭什么要删除？我凭什么要道歉？有谁能够证明你的报道都是真的？你有证据，还是你有证人？我们有理由怀疑你这是恶意诽谤，甚至是收了华盛竞争对手的贿赂，编造假的新闻，破坏华盛上市的计划。我没有。我的报道绝对真实。老乔要醒了，对不起，你得走了。打扰了。老白，别硬撑了，我跟徐律师好好说说，只要你肯把那篇报道撤销，一定不追究你的责任，要不然第一步就是给你发律师函，第二步就是去法院告你，到时候更麻烦。告到法院我也不怕，他乔云龙再怎么厉害，还不得听他老子的。乔广平，膳食表严格按照时间规律饮食。饼干50克，温牛奶250毫升，15粒杏仁，这也太具体了吧？作息表，你在上面写的好仔细呀！一个女人能对一个男人这么用心，这必须得是真爱啊！也许我对林芳从的猜测是错误的。我今天跟谭丽见面的时候，谭丽告诉我，他跟乔广平的感情一直不错，但如果真像他说的那样，他能这么平静地接受一个所谓的第三者吗？女强人，一切以大局为重，我不相信。我现在特别好奇的是，乔广平他自己的态度到底是什么？老大，老大，江总，有结果了吗？老白终于松口了，你打死都猜不到那个爆料人是谁。乔广平。魏总，你太神了！你也挺神的。我现在推测，这一切都是乔广平处心积虑，自己给自己设的局。他做这一切，都是为了逼他儿子承认他和林芳从结婚的这个事实。爸，能说的不能说的我都说了，我就求你一件事儿，在咱们公司上市之前，你能不能先把你结婚的事儿咱先缓一缓？等咱们华盛上市了，你别说把你1半股份给这女人，你就是把你全部的股份都给她，我也不拦着你，那是你的钱，你爱怎么造怎么造，跟我1毛钱关系都没有，行不行？我早就说过了，我的事儿你们无权干涉。
我已经定了，下星期4去民政局领证，股权转让当天生效。乔广平，你真是越老越有能耐呢！你跟你儿子耍什么无赖呀你？行，有本事你就这么干，我也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。不信咱就试试。那个老乔，你这样说就不合适了。咱们都是一把年纪的人了，我怎么着都可以，可是你总得为儿子着想吧。现在股东们都在闹，万一这次上市又不成功，那你让儿子以后怎么在董事会立足啊？想接我的公司，你就得拿出真本事来。要是因为我结这个婚就上不了市，那证明你还是没本事。你真是老糊涂了，你爸啊！是不是那女人给你灌了什么迷魂药了呀？我不管啊，我就知道这次华盛必须得上市成功。爸，你要是还认我这儿子，你要是还知道你是华盛集团的董事长，你要还念在一块跟你打江山的那些老兄弟的情分上，咱们就开个新闻发布会，咱就辟个谣，咱就说这事儿根本就没有。就即便你现在已经跟这女人啊，跟她就结了婚了，领了证了，那也不能承认，这就是底线了。你现在的口气哪是我儿子，倒像是我爹。你刚才说我什么？老糊涂了？笑话！我和我喜欢的女人结婚，凭什么藏着掖着？我还就不信了，我乔广平定的事，看谁敢拦着。嫌我碍事儿了是吧？行，我现在就给那几个董事打电话，告诉他们我辞职，这个董事长我不干了，你来啊！我说你老糊涂了，你这还真犯糊涂是不是？有我在，这事儿你就办不成。你把手机给我放下！看看你现在这样，你为一女人，你还有当爹的样吗？你今天敢拿着我手机出这个门，我就打断你腿！咱就试试。不敢打你，我不敢打你！干什么呀？这时候用你招好人吗？行了，对不起了，是我的错，对不起。什么就你的错？你冲他来干什么？冲我来！我就冲他来，要没他还乱不了的。老乔，你个混账东西！混账东西也是你生的，乔广平。行了，别说了，老乔，你别动气呀你。你也太不像话了！你怎么能对你爸这种态度呢？那你怎么不看看他对我什么态度啊？给他们把门关上。乔总，怎么了？没怎么，乔广平疯了。你们来的正合适，给你们安排一个紧急任务啊！从现在开始，你们就负责看在这儿，不让乔广平和那女人离开这宅子半步。还有啊，那个手机、电脑我都给他没收了，不能让他们跟外界有任何联系。出什么事了？乔董事长闹着要辞职，这要让董事会知道，非天下大乱不可。是的。乔总，那您的意思是把您的父亲软禁在这儿？哎，魏哲，你这词儿用得好啊！软禁，就是要把他软禁在这儿。你不是什么危机公关吗？现在这就是危机，这忙只有你能帮我。这忙我真帮不了。我没这个权利啊，这是犯法。犯什么法呀？我是他儿子，警察要真来了，你让他找我去。不是你跟我说的吗？华盛集团得像个漂亮大姑娘，风风光光的嫁出门去。现在有人捣乱，你知道吗？我给了你3000万，魏哲，我又没让你干别的，看个老头看不住啊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辛苦你们，辛苦了。老大，什么情况？
真的要软禁乔广平了。那怎么办？拿了人家3000万，走得了吗？赶紧给安东打电话，让他和江总一起过来，咱们4个轮流值班。安东，老大让你和江总赶紧来领养，这边出事了。你感冒这么严重，要不先回去吧？没事，老大，我能坚持。你妈妈和弟弟呢？房间里休息了。那你晚上睡哪？沙发啊。要不你睡我房间，我睡沙发。不用麻烦了。你好像对我把你妈妈和弟弟接来，不太高兴啊。没有啊，你做的挺好的。我们都好久没见了。那我看你对他们不是很热情啊。我有吗？我怎么没觉得呀？你别多想了，我真的挺高兴的，啊。如果你不高兴的话，我希望你能说出来 ，OK？ 当然了。再次谢谢你送给我的惊喜。那我先休息啊，你早点睡啊。晚安。晚安。怎么感觉这酒店空荡荡，都没什么人住啊？临窑的酒店不年不节的，哪来那么多人呢？凑合住一晚吧。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些呀？我们又不是保安，也不是保姆，我们是公关人，为什么要看着他？好累啊！你可以不做，反正这单又不是我想接的。你要干得不开心，明天一早起来咱们俩就走。小心眼。行了，晚上好好睡一觉，明天就咱们俩值班了。啊？怎么回事啊？有人吗？魏哲，魏哲，怎么停电了？魏哲，你在吗？魏哲，你快出来啊！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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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吓到你了。讨厌，还笑。不害怕，不害怕，不害怕。我刚才去前台要早餐券，突然就停电了。然后我问他们怎么回事，他们说啊，这是临时跳闸，这儿经常停电。我跟你说啊，
店没来之前你不许走，我害怕。我要是现在自己回屋待着，我也瘆得慌。正好，咱们俩互相壮壮胆。你离我那么远干嘛？你靠近点呗。我害怕，刚才你在外面吓我，我还你的。我能问你一个比较私人的问题吗？说。就是我们俩的事情没跟别人说吧？说了。你跟谁说了？路易斯。你怎么能告诉他呢？你放心，他是不会跟别人说的。那你呢？我跟邦尼说。那咱俩扯平了。我特别想知道，路易斯是怎么说的呀？路易斯狠狠地批评了我，他认为我是个不靠谱的人，怕我会伤害到你，让我不要再来招惹你了。他说的对。那邦尼怎么说的？没有啊，就他跟我说你是花花公子，一看就不靠谱，说我们俩不合适，让我离你远一点，就当什么事也没发生。他真这么说的？真的。很显然，邦尼不是很了解我。路易斯，我觉得有点怪。怎么了？我从来没干过这种事儿，你确定我们这样盯着人家没什么问题啊？你质疑我老大？不是这个意思。那我问你，是我们切断了他们与外界的联系吗？不是啊，乔云龙干的。我们监视他们生活了吗？他们睡在屋子里面，我们守在院子外面。貌似没有。我们限制他们的人身自由了吗？也没有啊，我们也不敢啊。还是啊，我们什么都没做，有什么问题啊？没问题。哎呀，要我说你就回去休息吧，这有我一个人盯着就行。少啰嗦，给我拿瓶水。干嘛？吃药。给。我能再问你一个问题吗？说。你上次说你有亲密恐惧症，跟女人太过亲热就会犯病，真的假的呀？我怎么觉得你是骗我的呀？被你这么一问，我自
己心里都没底儿了。其实那天以后，我反省了自己，我也在想，会不会是我从小到大都在自己骗自己？也许我根本没什么问题，都是自己给做出来的假象，我自己还相信了。你看，我现在就很正常。也许我真的没病。骗子！来电了。那你早点休息吧。电来的正是时候。你醒了？几点了？6:22。平常熬夜都没那么难受，大概姿势不对。现在要是有杯咖啡就好。喝口维他命水，补充一下。谢谢。有情况吗？平安无事。怎么了，阿姨？老乔突然不舒服，现在呼吸困难，应该是过敏了。手机也被收走了，你们赶紧帮我打下120，快点！你先别着急，阿姨。江大林，哎，开门！怎么了？乔广平出事了，跟我走。换衣服。那我在楼下等你。好。问题还是很严重的，你要有心理准备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楚大夫，那我先回去一下啊。老乔，你放心，我马上就回来。乔总怎么样了？都怪我，明知道他对花生过敏，前几天老家的亲戚送了几瓶自己做的花生酱，我还没来得及送人呢，放在冰箱里，谁知道被他搞混了，一吃就成这样了。林阿姨，您别自责了，乔总没事就行。哎，麻烦你们帮我照看他一下，出来得及。老乔的医保卡在家里呢，我得去拿。那
让安东陪您去吧。啊，不用了，我自己就可以。你们帮我看着乔总就行，谢谢了啊。林芳从人呢？他回家拿医保卡了。你们跟乔广平是什么关系？朋友。晚辈。病人的情况我需要交代一下，跟你们谁说呀？您先跟我们说就行了，回头我转告林姨。对，那也好，你跟我来办公室吧，你去交一下住院押金。老大，乔总怎么样了？里边躺着呢，情况还算稳定。老大，护士说不让进。那林阿姨人呢？她回家拿医保卡了。走多长时间？快1个小时了。路易斯啊，家里肯定没人。喂，老大，家里没人。你们赶紧去民政局看一下，说不定他们在那儿。他们去民政局干什么？别问了，赶紧去。去民政局。他们去哪儿？民政局。你的意思是他们逃跑是为了去民政局领结婚证？你认为一个对花生过敏几10年的人会这么不小心吗？可这也太荒唐了，拿自己生命开玩笑。说不定乔广平根本就没吃那个花生酱。他们来医院就是为了调虎离山吗？这是金蝉脱壳。我认为，他们就是想偷偷跑去民政局领结婚证，造成既成事实，好逼乔云龙承认。如果按你说的这个逻辑，那不就是结婚吗？何必要绕这么大一圈子啊？是啊，我也想弄清楚。喂，老大。喂，路易斯，告诉我，刚才把你们叫到办公室的那个医生叫什么名字？肝胆外科主任楚元良。肝胆外科楚元良。好嘞，我知道了。你要干嘛？如果不是里应外合，路易斯只离开了短短5分钟，乔广平一个被抢救的病人，能说跑就跑吗？这个。唐护士您好，我们跟楚大夫约好了，请问他在哪个房间？右手第3间。谢谢。你好。楚大夫，我们是浦江晚报的记者，这是我的名片。郭子墨，对。有什么事儿吗？是这样，第1个医师节马上就要到了，我们晚报想做一期最美基层好医生的专题报道。我们也是经过多方的推荐，最终选出了21位备选人，您就是其中的1位。我们今天来呢，就是想跟您做一个采访。采访？对。院办没有跟您说吗？没有啊，没人告诉我呀。啊？哦，
那是不是他们太忙忘记了？那我们这样吧，我们先随便聊聊。您是肝胆外科的主任医师，那您一定治愈过很多的患者，有过很多感人的事迹，我们就可以就这个方向聊一聊，或者是讲一些什么特殊病例也可以。你这么冷不丁一问啊，我真不知道从哪说起了。就从最近说起，华盛集团的乔总是您的病人吧？你们认识乔总？不认识，他比较有名嘛，所以我们就比较好奇。对不起，我不能接受你们的采访。你们的问题涉及到病人的隐私，我不便回答。我刚问的是不是太着急、太明显了？一点都没有，最多让他怀疑我们是直接冲着乔广平来的。你骂我吧，这次我接受批评，我把事情搞砸了。那倒也没有，至少从楚元良刚才的态度来看，他和乔广平一定是不同寻常的关系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没注意到吗？乔广平的病历就放在最上面。路易斯，怎么样？楼上楼下都没有。我周围也找了一圈，没找到。你说这个乔广平和林芳从能去哪儿呢？火车站。小唐，你先去吃饭吧。怎么样啊？考虑恶性肿瘤，可能建议转院手术。也许乔广平在赶时间。没关系的，你别叹气了。我跟我老大在公关界厮杀这么多年，什么大风大浪我没见过。可这一次我居然犯这么低级的错误，把人看丢了。关键丢的还是我们大客户他爹。你说，我老大能原谅我？你老大也没有怪你的意思呀。没怪比怪更可怕，等着吧。回去啊，我肯定挨批。没有那么严重。我们把人找回来，将功补过不就行了？说得倒轻巧，人家自己想走，能找得回来啊？没关系的，总会有办法。放轻松，放轻松啊！你们想干什么呀？真的对不起，我们不是什么晚报记者，我们是华盛集团的公关顾问，是乔云龙乔总委托我们来的。我早就看出来了，你们不是记者。是您帮助乔总和林芳从逃跑的吧？或许，您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好医生，但是对于这件事来说，您这么做，未必是一个好朋友。如果乔总真的得了这么严重的病，那他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？一定是家人、朋友的关心和支持。您也知道，他跟他儿子关系不太好，但是父子毕竟是父子，血浓于水。我觉得您作为他的好朋友，
您现在最应该做的是让他们父子的关系能够和好，而不是让他们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僵。其实你们什么都不知道，所以我们才来问您啊。希望您告诉我们事情真实的样子。无论是出于医生的职责，还是朋友的义气，我们都恳请您能够把事情的真实情况告诉我们，因为我们也是为了乔总好。乔广平确实病得很厉害，我已经帮他联系好了，下周转院做手术。这个事儿连林芳从也不知道。老大，民政局火车站、汽车站都找过了，全都没有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你和安东先回上海吧，剩下的交给我和江总。什么情况啊？别问了，就这样。接下来要去哪儿找啊？回上海。啊？不找了？我哪知道啊！一会儿急得挖地3尺，一会儿又不找了，耍猴呢。你意思怎么说？汽车站、火车站、民政局都找过了，没有人。真的没想到，乔广平居然得的是癌症，而且还是晚期。楚大夫说已经给他转到瑞金医院了，这周5就会做手术。他们在这个时候跑掉，我推测乔广平是想在上手术台之前跟林芳从把婚结了。怎么办？我的老毛病好像又要犯了。你觉得这单案子我们还要继续下去吗？我们真的要阻止2个相爱的人在一起吗？当然要继续干。这次我们不仅要让华盛集团顺利的上市，乔广平和林芳从幸福的结合，我们还要看到乔广平父子俩解开心结。我们现在去哪儿？吴京镇，林芳从老家。妈，您说您跟我爸也过了快大半辈子了，他这算不算越老越糊涂啊？那他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啊？您不知道，就那天，董事会老陈他们在我这都闹成什么样了啊？死说活说都要去见我爸，我是真快拦不住了。老陈那儿呢，我去说。但是你爸那儿，像现在这样也不是个事儿啊。我也看出来了。他这回这主意算是拿定了，谁说也没用。你说咱眼瞅着要上市了，他……喂？什么？不是你们？算了，不说了，我马上过去。怎么了？魏哲打电话来说说我爸跟林芳总跑了。跑了？他们能跑哪儿去啊？说可能去林芳总老家了。那你爸这是？准备到林芳从老家登记结婚呢？他想得美！他多大岁数，他还弄私奔，我也给他抓回来。等等我。
你们就不能让我跟老乔亲近一下？不好意思，打扰了。请进吧。二位请喝水。谢谢您。不客气。乔总，我们已经去过医院了，我们也见过了楚大夫。啊。不管什么原因，来的都是客。方总，去买点菜，留他们在这儿吃饭。哦，不用麻烦我们。麻烦您了。没关系。说吧。楚大夫跟我们说，您得的是肝癌晚期，下周就要去做手术了。我得了肝癌晚期，我没有告诉林方聪，我怕吓着他。他以为我得的只是普通的肝硬化。我希望你们替我保密。楚大夫也是这么嘱咐我们的，所以您一定要现在跟林阿姨结婚。您怕您万一要是从手术台上下不来了，她未来的生活没有保障，对吧？我乔广平这一辈子也经历过大风大浪，年轻的时候辞职下海，带着几个兄弟和老婆打拼，中间也有过几次倾家荡产的时候，但是都闯过来了。我以为我这一辈子什么都不怕，但是这次怕了，真怕了。其实乔总，我觉得您也不用太害怕，因为现在的医疗很发达，肝癌的手术治愈率还是很高的。你以为我是怕死啊？死对任何人都一样，早晚都得死。可是我现在不想死啊！我觉得我新的人生刚刚开始，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了方总。是他让我对未来的生活有了判断。和他在一起，你真舍不得去死。其实我们时间不长，但是2年多的时间里，让我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爱情。这种感觉和年轻时候完全不一样。你们是不是觉得听一个快死的老头子在这谈爱情有点瘆得慌？乔总，真的没有，我挺感动的。谢谢你。可能你们觉得我和方总结婚，我把股份给他，都是为了他。其实我是为了我自己。林方总从来就不稀罕我的钱，而我呢，穷的只剩钱了。
我给他的只能是钱。假如这次我从手术台上下不来，云龙还是我儿子，谭丽还是我前妻，我还是华盛的创始人。那人家方从是什么人啊？闹得满城风雨，跟了我一场，连个名分都没有啊！这不行啊！我要不用这点股份把他和华盛紧紧地拴在一起，等我化成灰那一天，我和林芳从就真的没有关系了。我不想这样，我想让他记着我，我想我一辈子都活在他心里。我非常能理解您的心情，但是，关于股份，是不是还有别的解决办法？这个我已经想清楚了。从我和方从好的那一天，云龙这小子就始终反对，我不可能让他替我照顾方从，所以我必须在我死之前把这一切都安排好。我是华盛的创始人，我给方从那点钱、那点股份，对华盛来说算不了什么。而且我只给了方从1半的股份，剩下的，等我死了，不还是儿子的吗？我自问我自己对得起他们了。我为我喜欢的女人去做点什么，怎么这么难呢？他们怎么就不能包容我们呢？乔总，说来说去，这都是您的家事儿。一家人无论遇到什么困难，是不是得坐下来好好商量商量，一起携手度过难关呢？是我冒犯。我在来的路上已经通知了您的儿子小乔总。没办法，我们受雇于他，必须得对他负责任。但是我真诚的希望，你们父子俩能够坐下来，面对面的好好谈一谈，给您儿子一个机会吧，也是给您自己一个机会。
咱们没有资格拦他。妈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林芳从，不是因为他真的贪钱，你是在为我抱打不平。但其实，对不起这个家的，不是你爸，是我。妈，您这说什么呢？啊？是真的。我21岁嫁给你爸，没过2年，我们就辞职下海了。那个时候，我们没日没夜，风餐露宿。你爸还特心疼我，家里有1个鸡蛋都留给我吃。老乔，那个时候，咱们的日子很苦，但是想起来，心里还是挺甜的。可惜啊，再也回不去了。在你2岁的时候，咱们华社接了一笔上百万的大单。那个时候我没日没夜的忙公司里的事情，根本就顾不上你，只能把你扔给保姆。其实，你就是保姆带大的。云龙啊，你也不要怪你妈妈没有管你。华盛发展到今天，你妈有1半的功劳，这个谁都不可否认。但是随着公司的发展壮大，你妈越来越忙了，有时候比我这个董事长都忙。我想跟她说说话，吃个饭，找不着时间。那个时候，我满脑子都是公司的事情，根本就顾不上你和你爸。可是我回过头来想起还有一个家的时候，我才发现我跟你爸的距离已经越来越远了。我记得你爸找我谈过一次话，他希望我离开这个公司，回去好好的照顾这个家，尤其是要好好的照顾你。当时我还跟你爸大吵一顿，觉得你爸无理取闹。我认为华盛就是咱们家的，我为华盛拼命，难道不是在照顾家吗？可是现在妈想起来，真的是我错了。你说乔云龙能理解他爸爸的做法吗？那得看他心里什么更重要了，是亲情还是利益？我赌亲情。但愿吧。但是又有多少亲情毁在金钱和利益上？李阿姨，阿姨，你回来了啊？这下着雨呢，你们怎么站在外面啊？阿姨，我劝你也先别进去了，谭总和小乔总在里面呢。我懂，他们一家人是应该好好聊聊。你们是不是觉得阿姨是个坏女人啊？没有没有，阿姨，我们从来都没有这样想过。你们刚才在屋里说的话，我都听到了，我很难过。我是真的爱老乔，
一定要娶我，我还以为我终于可以过上幸福的生活，没想到他是在跟我告别。菜我放这儿了，我就不进去了。老乔，我对不起你。我是在华生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和成就感，但是我却忽略了你和咱们这个家。你得了这么重的病，我都没有照顾你，我真的没有尽到一个妻子的责任，哪怕是前妻。谭丽，别这么说，你也没有必要自责。其实想想啊，咱俩根本不是一类人。你要的是商场的成就感和满足感，你都得到了呀。我比你要的多，我还想要一个温馨的家，有亲人环绕，有热汤热饭，还有到老的时候呢，有个老伴陪我遛弯，陪我出国旅游。我比你贪婪。不是有这么句话吗？两个好人啊，不一定能组成一个好的家庭。哎，是不是说的咱俩呀？云龙，其实我跟你爸早就有离婚的打算。Louis， 什么事儿？是不是华盛这单又黄了？今年年底奖金要没了？谁说黄了？乔云龙可答应，该给的公关费一分不少。哦，瞧你这不高兴的样子，这钱挣得不开心？有什么好开心的？自打我老大进了 DL， 整个人都变了。那是变好还是变坏？变得越来越没有原则。反正我不管，要是年底奖金少我1分钱，我跟他没完。路易斯，你好。林阿姨，您怎么来了？请问魏哲先生的办公室在哪儿？谢谢。您来找我什么事儿啊？就是想问问，如果
我不要老乔给我的股份，就不会影响华盛上市，对吧？您要放弃股份？对，我放弃。理论上是这样的，但这个股份是乔董事长对您的一片心意，您要是放弃，他是肯定不会同意的。所以我特意来求你，我想先瞒着他，等他做完了手术再告诉他。我知道，你们觉得这些股份是老乔对我的一片心，但是在我看来，这么多钱就是一座大山，我要是拿了它，这辈子都会良心不安的。我就是一普通人，从小长在一个普通人家，大学毕业后分到了卫生院，后来嫁给了卫生院的同事。不幸的是，我老公过世了，剩下我一个人，也没个孩子，清清静静的过日子，也挺好。直到遇到了老乔，他最开始跟我说，他喜欢我，想跟我过下半辈子。其实我心里是不愿意的，倒不是因为他人不好，就是因为他是董事长，他太有钱了，我不想被人戳着脊梁骨，说我老了还傍了个大款。可后来，他约我爬山、钓鱼、郊游，他知道我喜欢花，就在院子里种满了各种各样的小花小草，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？我知道这个男人是真心对我好。其实，我就想跟他像现在这样过普普通通、安安静静的日子。可突然来了那么大一笔钱，你说让我怎么办啊？这以后的日子无法安宁了。您说的我都听懂了。拜托你了，魏哲先生，你一定要帮我办成这件事儿。我不为任何人，我没那么高尚，我挺自私的，我就为我自己。我不想成为破坏老乔他们父子感情的罪魁祸首。这个名声，我背不起。梁阿姨昨天来找我，让我把这个给你。他拒绝接受华盛的股份。是的，他不想因为自己耽误了华盛的上市。他说有了这份承诺书，对内你可以说服其他的董事，对外可以安定人心。他还特地嘱咐，这个决定先不要告诉乔董事长，等他做完了手术再说。他还知道我爸得病的事儿。其实我那次去找你们的时候，他就已经知道了。他为了不让乔董事长担心，就一直假装不知道。难怪呢。我爸说要到上海处理公司的事儿，留下他看家，他就真的没跟来。其实他们俩的心都是一样的，想的都是彼此。林阿姨还是偷偷跟来了，因为她放心不下乔董事长。那我能见见他吗？当然，他也很想见你，人就在门外。那麻烦你了。
李阿姨，现在是你们的家事了，你们好好聊聊吧。我先走了。哎，魏哲，谢谢。李阿姨，您请坐。李阿姨，您真的不打算接受我爸给您的这些股份吗？不管你信不信，我和你爸在一起，一直都不是为了这个。那好，那您的这个承诺书，我就先收下。因为不瞒您说，华盛之所以做出了这么多的努力，就是为了上市的这一天。如果就这么放弃了的话，我真的不甘心。我相信我爸的初衷也不是这样的，所以，我得代表华盛的董事会和全体员工，对您所做的这些表示感谢。谢谢您，乔总，您别这样，别这样。阿姨，您坐。我啊，从小就觉得我跟别的孩子不一样，我比他们更有优越感。家里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，而我父母的关系也是非常的好。我有时候我都在想，怎么我的父母跟别人的父母不一样呢？他们甚至连架都没吵过，而我爸在那些年更是不苟言笑。我一直觉得那可能是做老板的威严吧，可后来我才知道，他是过得真不开心。直到这2年，我爸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了。我知道，他是遇见了您，而我这个人，因为做生意做久了，有时候思维方式里都带着铜臭气。我一直觉得，您认识我爸，是为了图他什么，并且也是因为您破坏了我父母的关系。他们的夫妻关系早就名存实亡了。他们之所以这么生活下来，完全都是为了我，为了给我一个完整的家。我甚至都在想，也许他们早就离婚就好了。那样的话，他们现在应该都有了各自幸福的家庭，而您也不会受这么多委屈了。是我误解了您，您是一个值得我爸爱，也值得我尊重的人。我一会儿就会把我的私人律师找来，跟他拟定一份协议。从现在开始，未来的2个月的时间，不管华盛能不能上市成功，我都会从我的名下拿出10%的股份转赠给您。不，这绝对不行，绝对不行！你爸给我的我都没要，我怎么能要你的呢？不行。您听我跟您说，我拿出的这10%的股份，代表不了什么，既换不回我爸健康的身体，也弥补不了这2年您对他的付出。您就当这是我的一点私心吧，因为我想从现在开始，
做一个孝顺的好儿子，为了让我爸高兴。我相信，当我爸知道我把这个股份给了您以后，他一定会为这件事情高兴的。所以，阿姨，我求您，您得成全我。还有，您以后别再称我乔总了，您可以叫我云龙，也可以跟我爸一样，叫我臭小子。谢谢。我应该谢谢您。华盛集团董事长乔广平召开新闻发布会，明确表示自己再婚之后，华盛的股权分配不会发生任何变化，澄清了谣言，稳定了人心。经历了一波三折，今天华盛集团终于要上市了。据业内专家分析，华盛集团涉及投资领域多样，结构合理，开盘之后后市看好。听到没有？上交所的钟声响了。华盛集团终于上市了，3000万你也挣着了，心里特高兴吧？是挺开心的，但是我看到了比金钱更加珍贵的感情。乔总和林阿姨虽然已经到了夕阳红的年纪，可他们的爱情看起来更温暖。是我们的榜样，为榜样干一杯。你说，如果乔总和林阿姨的故事发生在我们身上，会怎么样？不知道，我也没想过。你呢？我是不婚主义者，你是知道的。但是这次我看到乔总和林阿姨的感情，我心里有一种怪怪的感觉。其实有的爱情和婚姻也是挺美好的，还挺令人向往的。那你为什么不勇敢地往前走一步呢？你觉得我行吗？不试一试怎么知道？头特别晕，可能这酒喝的有点急。